2024年台湾手机市场依旧非常的热闹，尤其是在旗舰机种的各项功能上，在这一年都有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像是在 AI 上的进步，无论是日常的文书，或是工作处理，或是在摄影修图上，都明显得到非常大的帮助。而2024年的旗舰机种推出时间明显分成两波段，第一波段就是在年初由 Galaxy S24 Ultra 和 S24系列掀起了风潮。第二阶段就是从9月开始的 iPhone 16系列，一直延续到11月的联发科技提早推出天玑9400处理器的这一波新机潮。接下来就以2024年台湾正式进口的手机中进行评比，分享我心目中的最佳手机。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2024年优秀的手机非常的多，其实评选难度相当高。有些手机在特定功能上几乎分不出高下。这次的评比项目除了拍照、摄影、效能与综合评比外，还会加入最佳 AI 手机与最佳折叠机两个项目。一如往常，我都会以我个人最主观的方式进行评比，完全不会客观，而且绝对会有遗珠之憾。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2024年最佳手机评比。2024年推出许多拍照优异的智慧型手机，包含年初的 Galaxy S24 Ultra、小米14 Ultra。那这两款手机的拍照实力都让人非常的惊艳。如果光看2024年的11月以前，我想，我应该会从这两款手机中选一支哦。但要怪就怪联发科吧，他们推出天玑9400之后vivo 跟 OPPO 所推出的旗舰机他们的拍照能力实在太强了哦。那就是 vivo 的 X200 Pro， 还有 OPPO 的 Find X8 Pro。那认真说X200 Pro 跟 Find X8 Pro光看规格，根本就很难判断谁拍照比较强。以长焦镜头来说，X200 Pro 呢用了2亿像素的3.7倍望远镜头，那 Find X8 Pro 呢，这是以3倍跟6倍的双潜望镜头来应战，在超广角还有主镜头的范围内。基本上两款手机基本上就是分不出高下啦哦，但到了望远焦段之后，差异就出现哦。X200 Pro 以更大面积的感光元件，加上2亿像素的数位合成能力哦，这两个加持之下呢，30倍以内的画质表现明显优于 Find X8 Pro。那虽然在60倍以上的焦段，Find X8 Pro 使用 AI 影像重新建构它会有着更好的画质。但基本上这些60倍以上的焦段要用在摄影作品上，依然不够好哦。而 X200 Pro 在长焦微距上的表现非常的优异，让手机拍照可以触及的范围更广大。那人像部分的表现呢？我女儿私心更爱 X200 Pro， 这点就让女生的角度来看更为准确。所以年度拍照手机的评选，我就投 vivo X200 Pro 一票。年度录影手机的奖项，以往联想都不用想应该就是会颁给 iPhone 系列。而这次 iPhone 16 Pro 系列又加上了好用的相机按钮，还有 4K 120 FPS 的功能，并且还添增了4颗录音室等级的麦克风哦。那整体来说，无论是白平衡控制、HDR 效果、对焦的稳定性上，还有画质上，依然还是目前手机中录影功能最强大的。但今年有点不一样哦 ，OPPO 跟 vivo 其实都追上来了。vivo X200 Pro 还有 OPPO 的 Find X8 Pro 也加入了 4K 120 FPS 功能。那 X200 Pro 呢还添增了长焦微距录影功能 ，Find X8 Pro 也加上了相机按钮。两款手机的录影功能也都不容小觑哦。那所以该怎么选呢？如果要选手机中录影能力最强的，应该就是 iPhone 16 Pro 还有 iPhone 16 Pro Max。那我个人私心比较喜欢 iPhone 16 Pro 啦因为它的手感比较小比较好因为它体积稍微小一点，所以手拿起来更稳定一些。那如果习惯使用 Android 的朋友，vivo X200 Pro 还有 OPPO Find X8 Pro 都是很好的录影手机选择。2024年台湾折叠机市场似乎没有2023年热络，不过台湾这边在大折叠机部分，除了 Samsung Galaxy Z Fold 6以外呢，还多了 Google Pixel 9 Pro Fold。那原本有推出大折叠机的 OPPO这次是没有推出哦。那小折叠机的部分
除了一直有推出的三星跟 Motorola 以外，今年还多了小米。那我们刚刚就讲了原本都会推出折叠机的 OPPO， 在2024年并未引入任何一款到台湾来那折叠机部分，我会分大折跟小折两块来评选，毕竟两个市场有明显区隔嘛，所以应该要分开来选会比较好。在大折叠机部分呢，我会投给 Samsung Z Fold 6虽然 Z Fold 6跟 Google Pixel 它两个硬体相差我觉得不太大，都有折叠大萤幕，也能多视窗处理工作，那有着许多折叠机才有的应用。不过 Z Fold 6有了 AI 的功能就是 Galaxy AI 的功能，加上 S Pen 的运用，对于大折叠市场中最重要的商务人士族群会有更大的帮助。小折叠机部分，我一直在小米 Mix Flip 还有 Motorola Razr 50 Ultra 之间犹豫毕竟两款手机它其实都有赢过对方的优点。那像是效能规格上 ，Mix Flip 就比较优异，但 Razr 50 Ultra 的无线充电还有防水也很重要。那拍照部分，两者是不分高下。那最后比来比去，只好用两款手机都最被强调的外萤幕功能来比较。两款手机都很强调折叠后的外萤幕支援的软体，是不是可以让你不开萤幕下用一整天？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Mix Flip 的支援度非常的高，许多人软体都可以在外萤幕上使用。但是 Razr 50 Ultra 呢，完全没有所谓的支援度高不高的问题，因为全部的软体都可以在外萤幕上使用，所以这个没得选了嘛。年度最佳小折手机，我就选择 Motorola Razr 50 Ultra。2024年 AI 手机部分，今年各家都端出丰富的菜色。不过中国品牌的手机在国际版本上，因为各种原因，所以无法把完整的 AI 功能推向全世界。那这部分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啦。所以这次入选的手机就是有着 Apple Intelligence 的 iPhone 16 Pro 系列，与有着 Galaxy AI 的三星旗舰系列。无论是 Apple Intelligence 或者是 Galaxy AI， 两个功能其实基本上都很相近从最基本的文章汇整讯息回复建议、录音转文字、翻译到有趣的涂鸦转图像，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功能。但唯独一点，对台湾使用者来说是帮助更大的，也就是 Galaxy AI 有支援台湾中文。而且根据我之前的测试基本上是非常有台湾味的台湾中文，并不是简体转繁体这么简单而已，而是很在地的台湾习惯用法。另外在折叠机上还利用双面萤幕让双面翻译窗提供文字辅助，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是更加实用的。所以呢，年度 AI 手机的奖项，我选 Samsung Galaxy Z Fold 6。年度效能手机以往都是高通 Snapdragon 处理器的天下，但今年联发科技的天玑9400来势汹汹。以官方实验室安兔兔跑分来看，高达300万分的成绩，足以拿下年度效能手机不过实际在效能跑分比较好的 OPPO Find X8 Pro 上面，只跑出276万分，差距我觉得稍微大了一些。别忘了今年还有一个重头戏，当然就是高通高通 Snapdragon 8 Elite 它也提前发表了。而且搭载这颗处理器的手机也正式在台湾亮相，它就是台湾几乎仅存的本土手机品牌 ASUS， 它所推出的电竞手机 ROG Phone 9 Pro。先说安兔兔跑分，基本上它很轻松就跑出超过300万分的高分光以这点来看，就足以担纲年度效能手机。它的高效能除了来自处理器以外，ROG Phone 9 Pro 所提供可将效能完全压榨出来的 X 模式，加上高散热效果的6层散热结构，而且还有空气动力风扇 X Pro， 都让 ROG Phone 9 Pro 在执行高效能游戏的时候得到最极速的体验。所以同样没有意外，年度效能手机就是 ROG Phone 9 Pro。年度最佳手机部分会以前面各项指标进行评比，从拍照、录影、效能、AI 使用体验进行综合考量。去年我选了 S23 Ultra， 今年虽然各家硬体平均水准都提高了，但在软体、AI 还有使用体验上 ，Galaxy S20 Ultra 还是我心目中的年度最佳手机。原因其实很简单，虽然在拍照与录影上面 S20 Ultra 不算是最强大的，但是也不差。硬要排名的话，我认为是2024年手机中排名第4名的机种。那在效能部分，虽然下半年的手机效能都比 S20 Ultra 要来得好，但排起来，它应该也算是在前几名。
最后当然就是越来越方便的三星生态圈，加上超好用的 Galaxy AI 功能，另外还支援 Samsung Pay 还有悠游卡，更重要的是有 S Pen。不过我认为2025年三星真的要绷紧神经 ，AI 部分 Apple 已经追上来了，那中国品牌的手机接下来应该也会释出更多 AI 功能投入在国际版本上。另外支付部分，小米已经打通了跟一卡通的合作，那结合 Google Pay 的信用卡服务，我觉得这个使用体验上基本上跟 Samsung Pay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加上许多手机的拍照录影功能都远超三星的。如果 S25 Ultra 还继续慢慢挤牙膏的话，我觉得2025年的情势将会非常紧张，有可能会被逆转。整体来说，2024年所推出的旗舰手机，每一款都非常的有特色，上面所选出的手机都是在各领域中有着更好的表现的。当然，其中还是有遗珠之憾，就像是小米14 Ultra， 在各项评比中表现也都非常好，但无奈每个评比都有比它强一些的手机所以硬要颁给小米14 Ultra 一个奖的话，那就是遗珠之憾奖咯。好啦，以上就是我用最主观的方式选出来的2024年最佳手机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跟我看法不一样，没关系，你们可以发表你们的意见就直接在底下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来告诉我说，你反驳的意见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哪一款才是你心目中最佳手机？那就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 我们下次见拜拜。